嗨，大家好！如果你是在科技业打滚，我们通常会觉得，专案管理好像是一门有点传统，甚至有点跟不上时代的学问。但如果我告诉你，现代的 PMP 它的核心精神早就已经进化到完全是为了解决我们研发团队的各种痛点而设计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要怎么驯服技术专案这头猛兽。好，我们先来诚实面对这个问题。一讲到专案管理，很多 R&D 工程师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不是又要填报告了，又要开一堆没效率的会，感觉好像就是一堆繁文缛节，根本在拖慢我们创新的速度嘛。我完全懂这种心情，因为传统那种僵化的流程，真的会让人觉得绑手绑脚。不过，如果我跟你说，现代专案管理的核心其实是长这个样子呢？这就是 PMI， 也就是国际专案管理学会现在力推的人才金三角。你看，它早就不是只在讲流程跟工具了，而是把焦点转到一个更全面也更有人性的视野上。好，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新的金三角。它有3个核心：人、流程还有商业环境。跟你说，这跟旧版的 PMP 比起来，真的是一个超级巨大的转变。它代表专案管理不再是一堆死板的规则，而是一套更灵活、更关注我们到底在创造什么价值的思维模式。现在你看这张图，真的超有趣的。这是现在 PMP 考试内容的占比。你有没有发现，人员，也就是那些沟通、领导、影响力的技能，竟然占了42%，这几乎跟流程的50%平起平坐了耶！这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现代专案要成功，有一半的关键是在于搞定人，而不是只是搞定事。所以你看，这个转变并不是 PMI 那些人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这句话就点出了背后的精神。新的 PMP 是从全世界无数个真实的、充满活力的专案里面提炼出来的成功经验。它反映的是在真实世界里，一个专案到底要怎么做才会成功。这又带到了我们下一个超级重要的观念：你应该把 PMP 想象成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本厚厚的法规。尤其对于我们这种需求多变的研发环境来说，有这个观念真的至关重要。来，我们打开这个工具箱看看，里面有2样主要的工具。左边这个是预测式模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瀑布式开发。它的步骤非常清楚，一步接着一步，就很适合像硬体开发这种一旦改了设计，成本会非常高的专案。那右边这个就是我们科技团队更熟悉的敏捷式框架，它强调的是快速移代、保持弹性，而且要能很快地回应各种变化。所以这2种方法骨子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看预测式方法通常是整个专案做完之后一次性交付，它的目标是管理成本。但是敏捷方法呢，它是透过频繁、小规模的交付，目标是要让专案的价值最大化。一个是想办法省钱，一个是想办法创造更多价值，这背后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不过，真正厉害的地方来了。现在专案管理的威力其实是在于混合模式。一个优秀的专案经理，他会看专案的特性。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智慧音箱，里面有硬体、有韧体，还有纯软体。他就会从这个工具箱里拿出最适合的工具来组合使用。这才是现代专案管理的精髓。因地制宜，而不是一招半式闯江湖。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那个可能最让研发团队头痛的话题——变更控制。很多人一听到治理或控管，就觉得完了，又要来卡关了。但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观念整个翻转过来。一套好的治理框架，它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团队做出聪明又快速的决策，而不是去阻挡大家。所以到底什么是专案治理啊？讲白了，它就是一套游戏规则。这套规则规范了我们这个专案里面大大小小的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包含怎么处理变更、怎么应对风险，还有资讯要怎么同步给所有人。有了这套规则，大家才能用同一个语言沟通。那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你看它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变更控制流程，一个辨识风险跟问题的机制，谁有权利做什么决策写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个周详的沟通计划，以及最重要的大家都同意的成功验收标准。这些都不是空泛的理论，
而是马上可以执行的具体计划。我们来跑一次看看一个简单的变更控制流程会长怎样。第一步，有人提出变更需求，我们先把它识别出来并且记录下来。第二步，分析这个变更会对我们的范围、时程和成本造成多大的冲击。第三步，把分析结果提交给有权责的单位去拍板定案。最后一步，把这个决定清楚地沟通给所有相关的人。你看，整个流程的目标就是创造清晰，而不是制造混乱，对吧OK， 讲了这么多工具啊、流程啊，但我们绕了一圈，还是要回到那个占的42%的最重要核心——人。说真的，如果没有良好的人际互动跟沟通，给你再完美的流程、再厉害的工具，也是枉然。来，给你看一个超实用的处理人的工具——利害关系人分析图。很简单，就用影响力和关切度这2个维度，你就可以把所有跟专案有关的人都放进这个矩阵里，这样你就能一眼看出，这位老板要密切管理，那位使用者要随时告知，另外一位只要让他满意就好。这可以非常有效地避免很多因为沟通不良而导致的专案灾难。好，我们来玩个配对游戏，你是不是常常遇到这些状况？Scope 一直变动了，没问题，我们有变更控制流程和范畴说明书。老板们的想法都不拢，来，我们有利害关系人登录表和沟通计划。我们被一个突如其来的风险整个打趴了，那代表你需要风险登录表和主动的风险管理。你看 ，PMP 提供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来制造问题的。好了，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个总结。今天最重要的 takeaway 是什么？就是这句话：赋能而不是阻碍。你一定要记得，一个设计良好的流程，它从来就不是为了要卡住创新，恰恰相反，它是在创造你的团队要能够有效创新时所需要的清晰度和稳定性。它就像一个安全的框架，让顶尖的人才可以在里面安心地、大胆地去发挥。所以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让大家好好想一想：你目前团队或公司的流程，它的设计初衷究竟是为了控制，还是为了创造清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会彻底改变你对专案管理的看法。